吉时到，新人拜堂，一拜天地。这是我的大婚，我不是早就死了吗？进了我陈家的门，打死你也没人敢管！要不是你非家这种人，爹娘会死吗？是你害死了爹娘！前世爹娘为救我去和那种拼命，最疼我的妹妹与我反目，我从此一心扑在事业上，虽然赚了花不完的家产，老了却孤独的死在他乡。老天既让我重来，头一件事就是亲手退了这婚。你疯了！这婚我不结。你失心疯了！当着宾客的面这么闹，让我老陈家的脸往哪搁？你跟我谈脸面，陈志远打牌欠下一屁股债，城东巷子里还养着相好，你们合伙瞒着，你们这样的人配要脸？你胡说！是不是胡说？把你的债主还有那位表妹叫来当面对质，你敢吗？你个死丫头！我儿子清清白白。婶子，再闹，我就把这些事儿一桩桩捅到县大队去。养小的就算闹到公堂，也要你们还我家个公道。婉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娘，信我，这样的人家咱不嫁。姐，你今天好厉害。这一世，我要你们都得给我好好活着。爹，娘，咱们回家，这门亲退了。苏婉，你会后悔的。陈家的聘礼得如数退，办喜酒的亏空，还有跟你二叔信用社借的，里里外外，咱家欠下快400块呢。这镯子是你姥姥传下来的，拿去当了吧。再添上你爹那条船，先把陈家的聘礼还了。要断，就不能在钱上被人戳脊梁骨。娘，镯子收好，船也不许卖。傻孩子，不卖拿什么还？400块呢。二叔信用社的钱，人家上门来要怎么办？往后这个家我来当，钱我来还。婉啊，爹知道你心气高，可你一个姑娘家，刚退了婚，外头风言风语都嚼成啥样了，你还能上哪儿挣这几百块？给我3个月，欠二叔的，欠信用社的，我一笔一笔还上。陈家的聘礼，我亲手给他们送回去。往后，谁也别想再拿这桩事儿压咱苏家。上一世，你们就是这样是自己扛，扛到把命都搭进去。这一回，轮到我来扛了。家那姑娘好好的金龟婿不要，悔了婚的姑娘，往后谁还敢娶哟？娘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日子是咱自己过的。不出1年，我让说闲话的人都把舌头收回去。婉啊，你今晚像是换了个人。娘，是女儿长大了。姐，我书不念了，我也去挣钱。胡说，你是咱家唯一念到高中的，姐就是拼了命也要供你读完高中，考出去。这事儿没得商量。只有3块5，这也太穷了。按时间算，这几天逾期刚过，码头上有一批别人都瞧不上的货，用这钱去收应该够。睡美容觉，明天早起收货。姐，天还黑着，你去哪儿啊？小声点儿，我出去找找挣钱的门路，你别管，安心念你的书，姐有主意的。
这筐杂鱼个头小，卖相差，收购站压价压得狠，怕又要烂在手里喽。就是他了。大伯，这筐我要了，怎么卖？丫头，这小杂鱼、小虾，收购站都不怎么愿意收。你要是想要，就看着给。那您看这样，你这整筐我算40斤，我给你6毛，整筐拿走。6毛？成。可丫头，你买这么多吃得完吗？家里来了些远方亲戚，我炸了让他们带路上尝尝钱。谁船上有卖不上价的小鱼小香虾，我都收，现钱。娃子，来我这儿还有小半仓，别看这个头小，可是新鲜，炸酥了好吃的紧。丫头，这玩意儿可费油啊，你还是少买点的好。谢谢大伯，我家有个猪肉摊儿，油够。那行，我这儿有1仓，你也一起称了去，我便宜给你。200来斤，本钱才3块出头。城里水产站这段时间应该会收虾皮、鱼干供给加工厂，4斤先出1斤干，能出50来斤的干货，应该能赚不少。大伯，你那山头空着，帮我把货顺水捎到苏家滩头。这包烟您拿着。哟，还是带嘴的，上船。我把队里的把车借来了，姐。念念真棒，走，趁天没亮，咱悄悄拉回去。姐，咱干嘛关着院门晒啊？咱们闷头干活，省得别嘴碎的看见瞎打听。姑娘，你这道货不错，看得出来是个做干货的老手。这样，虾皮1块，鱼干给你8毛，可以我就给你过秤。那就劳烦您。去吧。没想到3块钱收来的废货，晒成50来斤干货，转手就是50来块，刨去零碎，净赚48块7，血赚呐！这么多钱，你哪儿来的？娘，放心，卖鱼干挣的辛苦钱，这些钱娘收着，有人上门要就还上一些。爹没本事，往后这个家就听你的。这些除了还钱，你们也放心用，我自己还留了本钱。我们家也该过2天舒坦日子了。真的，姐那给爹娘割点肉补补呗。我看是你馋肉味了吧？明儿姐去给你买。姐姐万岁！上一世因为我家里过得太苦了，1年都吃不上2回肉。这一世我要给家人一个大富大贵。同志，扯5尺花布。好嘞，姑娘你拿好。劳驾，再要1支钢笔，1本字典。苏家妹子，你这是发了？婶子，这不妹妹好不容易考上高中，买支钢笔送她做奖励。不是你这刚退婚，家里还欠着饥荒，你这么大手大脚，不合适吧？合不合适，我心里头自个儿清楚。婶子还是管好你自家那跑子，我最近可见他和村头张寡妇聊得欢。你个死丫头，等催债的逼到家里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办。姐，这味儿我都多少年没闻过了。管够，来，爹妈你们也吃。娘不爱吃肉，你们吃。娘，往后这样的日子多着呢，您得养好身子。我在外面赚钱，你也能帮我照顾着这个家。念念，钢笔、字典拿着，好好念，将来考个大学，让咱家跟长长脸。这布，娘，您给妹妹和自己做身新衣裳。姐，我这年纪哪用新衣服，给你们姐妹做就行。说好我当这个家
娘，你得听我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听你的。你这丫头帮个脸还怪吓人。文姐妹，苏家炖肉呢，那丫头不是刚退了婚，还欠着债吗？哪来的闲钱开荤？可不是，今儿还瞧见她扯新花布，悔了婚，她日子倒滋润上了，这叫什么事儿？你说，这钱到底打哪儿来的？还能哪儿来的？我估摸是怕收的彩礼要退，先想着法的花了呗。两位婶子在门口站了半天，是闻着香了，锅里还有，要不进来尝一口？嘴长在别人身上，眼红的多了去了。但是眼红归眼红，短时间我的赚钱方法他们还摸不透。等我有了本，有人跟风我也不怕了。哟，苏丫头，听说你家最近挺红火啊，当众扫了我陈家的脸，还踹了我表哥，这事儿可没完。苏家姑娘想在这镇上安生过日子，得懂点规矩。什么规矩？说来听听。识相的，这买路钱乖乖交一份，往后陈家罩着你苏家，不然怎样？该来的到底来了，陈家这笔账正好一块儿算。买路钱，这镇上的路成你家炕头了。少废话，今儿这钱你拿也得拿，不拿也得拿。拿钱不难，我就纳闷几位大哥替陈家卖着力气，陈家给了多少辛苦费啊？这跟你有啥关系？关系大了去了。陈志远刚被我退了婚，赌债一屁股，名声烂大街，陈家自个儿都快揭不开锅。你们替他卖力，回头管他要钱，我看呐，悬，白替人犯横，图个啥呀？你们别听他挑拨，大哥，事儿办成了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是不是挑拨？几位心里有数。对了，这位大哥，我瞧着面生，上个月镇东头供销社后院丢的那批化肥，县大队到这会儿还没寻着人吧？什么化肥？我不知道。我也没说你知道啊，你急个啥？徒弟，都围在人家家里干嘛呢？都给我出来！王叔，您可算来了。这几位一进门就张口要买路钱，我一个姑娘家带着老的小的，吓都吓坏了。又是你们陈家的人寻衅滋事，敲诈勒索，是想进去蹲几天是吧？误会，王叔，我们就是来串个门，这就走。苏安，你给我等着！哟，当着治安员的面就敢吓唬我？丫头，你退婚占着理，可陈家这号人记仇。等会儿我会去趟陈家，你往后多留个心眼儿，有事儿就来队里喊我。谢谢王叔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拿回去！哎呀，您拿着，这不是给王队长的，这是给我王叔的。哎，你这丫头，以后多留点心。叔走了。姐，你也太厉害啦！这号人欺软怕硬的，你越怕他，他越来劲儿。你一硬气，他立马就蔫。记住喽。陈家这口气咽不下，往后还有的闹，得想个办法。给他们连根刨了。哟，苏念，听说你姐把到嘴的金龟婿都给退了，你跟我说说，你姐是不是看上更好的了？还更好的？可拉倒吧！我妈可说了，她家欠着一屁股债，过2天家里能不能揭得开锅都是问题。李巧云。我没记错，你娘是个2婚吧？还有你春兰，你爹爹欠大队的酒钱还上了吗？我看谁敢欺负我家妹子！念念在学校都被人这么编排了，这些混话准是陈家那张破嘴传出去的。这笔账是该好好算算。念念。
没事吧？姐，他们编排你。告诉姐，他们这些话是打哪儿听来的？那个李巧云说是他妈讲的，他妈又是听陈家婶子嚼的舌根，说你退婚是赔钱货，还说咱家钱来路不正。看来根子还是在陈家。走，念念，先陪姐去会会这位热心的陈婶子。我跟你们说，那苏婉就是个搅家精，退了我家志远的婚，还反咬一口泼脏水。这号丫头，谁家娶了谁倒8辈子霉。陈婶子，我看你是日子过得太舒坦了，想着找点不痛快呢。哟，正主来了，做下那等事儿，你还有脸出来悠达？各位婶子大娘都在，那我今儿把话摊开，大伙儿给评评理。打牌欠一屁股债，养着个相好，瞒着2家骗婚。大婚那天，当着满堂宾客，连大队书记都在场，一桩桩对过质，白纸黑字记着。换了是您闺女，您舍得往这火坑里推？你少血口喷人！不信的可以跟我去队里翻书记的记录，一翻便知。倒是婶子您，逢人就说我钱来路不正，你倒是清楚的说说我钱怎么个不正法，不然我今天就得拉着你到大队，我们一起查查，看看是你儿子的钱来的正不正。感情这陈家不占理啊？可不，人家姑娘退的对，那陈志远没被弄进去蹲个几年，都是命好。陈婶子，话我撂着，往后您再敢往我和我家人身上泼脏水，我就把您儿子那点烂事儿挨村挨户原原本本说一遍。到时候陈家还说不说得着亲，您自个儿掂量。姐，你没看见那陈婶子走的时候脸都气绿了，我都怕她直接一下晕过去。记着，咱不惹事儿，可也绝不怕事儿。可算等着你了！你上回那批虾皮鱼竿拉回城里卖的那叫一个快。丫头，往后你能不能稳定给我供货？要是量大，货又好，我给你牵个线，直接对上县水产公司。县水产公司这条路子要是走通了，生意规模就起来了。同志，您就直说头一批要多少，什么成色？实不相瞒，城里水产站收这些干货是供食品厂做虾酱、鱼粉，还有一批要走外贸，眼下正缺货。你头一批，我分500斤干货给你试试水，虾皮、鱼竿都成，成色照上回的来。真能成，我就把县水产公司的张科长给你请来。成啊，给我3天，我让您瞧瞧啥叫量大货好。500斤干货得收足2000来斤鲜货，我一个人收，一个人晒，3天整不了。这买卖要做大，得拉人手。桂芬，我接了桩大买卖，缺个靠得住的帮手，敢不敢跟姐干票大的？苏婉，你不是刚退了婚吗？哪来的大买卖？你就说，信不信我？信。打小你说话就算数，你说咋干？有你这话我就放心。我去收货，你负责记账、晾晒，咱再去多拉几个人，收来的鱼虾帮着剖洗晾晒，按斤给县钱工钱。苏丫头，你这找对人了，晒鱼晒虾，咱在行。乖乖，都2000多斤了，这些没人要的小鱼小虾真能变出钱来。你就看着吧，到时候别激动的走不动道。记着要抛净、晒透，晒到这个干度、这个色儿才算成，差一点我这可都不收。放心，苏丫头，都按你说的来，我们干活实诚得很。好家伙，500斤还多，成色也好。丫头，你等着。货好量足，上乘装箱。小苏，往后你这虾皮鱼竿，我们公司长期收。对了，你这虾皮儿晒得比老收购站的还匀正，跟谁学的手艺？穷人家的孩子自个儿琢磨出来的。苏婉，长期供公司，咱这是真发了。别激动，这都是小钱。我了个亲娘，这还小钱？从码头捡废货到直供县产公司这一步总算迈出去了。钱老板，
乡下冒出个姓苏的丫头，收废鱼、晒干货，如今竟直接供上了县水产公司，把咱收购站的路子生生绕了过去。一个退了婚的乡下丫头，有点意思，走去见见。是。姓苏的那丫头呢？快叫出来！叫出来！钱老板要见她。哟，钱老板大驾光临，有什么指教？货是好货，但是好货得走对路子。小苏啊，你一个姑娘家刚入行，不懂。这次不为难你，往后可不能再坏了规矩。规矩，我货真价实，按章办事。公司认我的货，这就是规矩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。这一片的海货收购、外贸路子，都是我钱某人通的。现在想从我手里生抢一块出来，不合适吧？我也不为难你，你往后挂靠到我名下，货我帮你走，价我替你抬，关外面的事儿我给你摆平。你呢，只管闷头收货、晒货，每月给我交个30%的管理费，从此安安稳稳，谁也动不了你。这买卖不亏吧？钱老板真是抬举我了，只是我这刚起步的小本生意，薄利养不起您30%的照应。我这人也认死理，凡事只有自己做主，我才踏实。自己做主，小丫头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这行水深、货源、船运、批条，哪一样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？没人罩着，树大了招风，风一来，船可能就翻了。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小丫头有意思，就是不知道命够不够硬。苏婉，这姓钱的可不是善茬，听说他后台硬得很，真得罪狠了。钱广发前世就是你勾着陈家，一步一步把苏家逼上了绝路。这一世，这债你得还上。别怕，他要真敢明着来，反倒好办。我怕的是他暗地里使绊子。从今儿起，咱们的货源、船运都得多长一只眼。二哥，你那仓小杂鱼呢？昨儿不还说留给我们的？这今儿不卖了，你们另寻别家吧。走吧，是钱广发放了话。那可咋整？没了货源，500斤的单子黄了，咱可赔死。慌啥？他堵得了这一个码头，还能堵得了整片海。丫头，钱老板的人，叔不怕，我这条船的货照卖给你。大伯，您的情我领，可这码头是钱广发的地盘，您卖给我，回头他为难您，我过意不去。大伯，我打听过往东20里的下虾村，鱼序比这儿还旺，还不归钱广发管。您熟那边的人不？帮我引条路。熟啊，怎么不熟？下村我表侄就在那打鱼，我这就领你去。这姑娘实诚给现钱，比那黑心收购站强多了。好，苏婉，坏了！平日拉货的那几辆车，那几条船，全被钱广发打了招呼，没人敢接咱的活儿。那就不走他们的道。桂芬，去把咱村的牛车备上，再把我爹那条船也撑出来。海路它卡得了码头，卡不了我自家的船。陆绕远点，我连夜送。丫头，厉害呀！我可听说有人给你下绊子，正想着这批货要泡汤，你倒好，愣是给我准时送到了。张科长，只要您还认我的货，这货我就总有法子送到您手上。钱老板，码头车船都卡死了，那丫头硬是绕到下沙村收货，又使自家的船连夜送进了城，县公司那头还更高看她一眼了。好，看来是我太给他脸了。去，把那位请来喝杯茶。一个乡下丫头，货可能不太干净，是时候让人好好查一查。万一闹出什么事儿，那不是给地方上添麻烦吗？苏婉，有人实名举报你，
无证私收海货私自贩运进城，统购统销，这是上面的政策，你这叫什么？投机倒把！要是早几年，我直接就给你抓了送进去。苏安，他这是要往死里整啊！果然，线下的环境对个人经商还是模棱两可的态度。只要想弄你，随便一个资本帽子就够了。还好我早防着这一手。赵主任，我给县水产公司供货是有合同的。合同，供货是供货，可你收购这一环是你一个私人在做，私人没有收购的权。小苏，别拿一张供货合同来糊弄我。赵主任说的对，私人收购确实没这个权，我也不敢呀。这是县水产公司上月给我的委托书，委托我在这一带设代购点，带公司收购海产。要不赵主任先问问县公司，弄清楚了再来。是县公司章，正式委托，咱不占理动不了。苏老板，大手笔啊！今天是我弄错了，改天我还得来和您请教。提醒苏老板一句，年轻人气上是好事，但路要一步一步走，走太急，万一跌了跟头，想再起来可就难了。事多，不送。吓死我了，苏安，这腿科书你啥时候弄来的？上月跟张科长签长期供货时顺带求来的。这种揣着官印的人比钱广发难缠10倍，这梁子结下了。赵主任，我的错，但谁成想那丫头还留了这么一手。明面上他背靠县公司，我犯不着为你去横碰。你呢，也别再使那些上不得台面的蠢招，惊动了上头，你我谁的脸上都不好看。要弄垮他，得让他自己走错路。他不是想把摊子做大吗？人一摊大就露破绽，到那时我再顺水推舟送他一程。神不知鬼不觉。爹娘，代购点贡献公司，这2个月刨去本钱、工钱给渔民的现钱，咱净落下800来块。800，晚啊！娘活了大半辈子，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娘，够了。明儿我把二叔的、合作社的，连陈家的聘礼一笔一笔全清干净。婉丫头，你这真凑齐了。当初你说3个月还清，二叔只当是句赌气的话。二叔，亲兄弟明算账，您点点。当初您肯借这笔，这份情我记一辈子。哟，不就赚了点钱？苏安，你装什么？这缝纫机、自行车，多少人有钱都得不着，也没那福气。陈家的东西我一样不沾，聘礼一件不少，您点清楚。缝纫机、自行车这2东西，你当是个宝，我还真不怎么瞧得上。大话谁不会说？有本事你弄来！土鳖！小娘这是骂谁呢？苏家那丫头欠400块的窟窿，说填就填上了，还顿顿见着荤腥，邪门了。哼，可不嘛，谁还记得她退过婚？这翻身翻的比谁家都快。娘，我寻思着给您添台缝纫机，再给念念质量自行车。啥？那俩是紧俏货，钱要一堆不说，票也不好弄。你刚赚2个钱，可别乱霍霍。娘，您放心，要票这事儿我心里有数。再说钱赚来不就是花的，我保证这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苏婉，那票可比钱难弄10倍，你真有把握？钱我都挣回来了，还差这1张票。放心，明儿我就去张罗。缝纫机、自行车凭工业券，有钱也买不着，
这点常识我比谁都清楚。可票嘛，一条正路托感情，一条偏门走黑市，我2条都走得通。张科长，我厚着脸皮求你一回，缝制业票、自行车票，公司这边有没有过于的指标？缝纫月票嘛，公司年底有2张福利指标，允你1张，不算违规，就当奖你这个供货大户。可自行车票僧多走少，我实在挤不出。缝纫切票有了答落，我就承您这份大情。自行车票我自个儿想法子。1张缝纫切票到手，自行车票更紧俏。正路走不通，那就只能去那个地方了。桂芬，走，咱们去黑市碰碰运气。苏婉，这地方能成吗？票就在这种地方，跟紧我，少说话。妹子，要票，自行车票、手表票都有。自行车票120一张，少1分不卖。120，行情我门儿清，顶天80。再说，你这票的章、印色、发票纸也不对，拿张假的来诓我。妹子是行家，这张千真万确，90，不能再低了。85，真票我这就给现钱，要么成交，要么我换别家。你身后那2位可也盯着这笔生意呢。成，85就85，算我交你这个朋友。走，咱们去杂货铺。姑娘，你这年纪真能耐，缝纫机、自行车，这就给您开票。娘，快出来，看我带什么回来了。婉啊，你真带这些回来了？婉啊，娘这辈子还能用上缝纫机。娘，往后做衣裳蹬一脚就成，不用再熬夜手缝，熬坏了眼。姐，这是给我上学骑的。来回10几里，往后蹬车半个钟头就到。好好念，将来考出去。哎呦，苏婉，你可真出息！这年月，缝纫机票、自行车票，多少人求爷爷告奶奶都弄不到，你说弄就弄到了，可不嘛？光有钱顶啥用？人家这门路，这本事，谁比得了？苏婉，不好了！运货那条船夜里让人凿沉了，整舱的货全泡汤了。日子刚红火，他就动手了。一船货全泡汤了，你倒还蹲得住？急有啥用？再说值钱的干货，前儿就赶着送进城了，沉的是底下那几包次货。你早料到了？我可是让人守了2宿了，带上来吧。妹子，人赃俱获，这小子后半夜摸来凿船，让我俩摁了个正着。说吧，钱老板使了你多少钱，让你来凿我的船？妹子饶命，是钱老板手底下的人给的钱，让我凿了船就走，我也是混口饭吃啊。行了，这话回头你再当面说一遍就成。您的人，您的凿子，后半夜凿我的船，人证物证都在这儿。苏老板，做生意讲证据，这凿子能是谁的？这口供又是谁逼出来的？是不是逼的，不归您说了算。我就问您一句，夜里凿船捅到县大队去，是要把人抓进去蹲耗子的。真闹到那一步，赵主任那样精细的人，会为您这桩蠢事儿搭上自己。他怕的，从来就是事情闹大。您这一凿，凿的不是我的船，是他护着您的那张脸。苏老板，好手段！钱老板，我不爱跟人结仇，这凿子，这口供，我替您收着。您不再伸手，他就一直安安生生搁着。您要再动我，他自个儿就张脚跑出去。
咱各做各的买卖，井水不犯河水。这话我只说这一遍。我是怎么叮嘱你的？让你别使那些上不得台面的蠢招。你倒好，凿船，把柄结结实实塞人家手里。这要是捅到县大队，闹腾开，你我都得脱一层皮。赵主任，我这不是想着快刀斩乱麻吗？从今儿起给我收手，他不是要做大吗？由他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响。到时候我自有法子，让他连人带摊子一块儿栽。钱广发暂时不敢动了，你咋还不歇？你想想，这回沉的是我租来运货的那条船，人家说凿就凿，咱连个说理的地儿都没有。再说晒货，就挤在自家滩头那巴掌大的地方，量一大，根本铺不开。那，你打算咋办？办咱自己的，盘一块大场子，搭起晒场、棚子，正成办个海货加工点，再攒钱制上咱自己的船。场子是自己的，船是自己的，往后腰杆才硬，谁也卡不住咱的脖子。光有钱有票还不够，前世苏家就是根太浅，才被人一推就倒，生意还要做大。就这儿，地势敞亮，挨着海，晒货、堆货、搭棚子都够使。是宽敞，可这么大一处盘下来得不少钱吧？还得跟大队批手续呢。钱我攒够了，手续我去找大队书记，咱办加工点，收村里的鱼虾，雇村里的人做工，是给大伙儿添正向的好事儿。大队没有不批的理。办加工点，这摊子可不小啊，丫头。书记，我收村里卖不上价的小鱼小虾，给现钱，再雇咱队里闲着的劳力做工，按月结工钱。村里多少户能添份进项，您心里有数。好，这是给社员谋福的好事，大队给你担着。苏老板，这虾皮儿晒到啥成色才算成啊？挑大小匀的，晒到一捏就脆，不带一点潮气。我这儿出去的货，块块都得拿得出手，咱挣的是回头钱，不是一锤子买卖。苏婉啊，婶子家那口子还有我家小子，能不能也来你这儿做工？挣个现钱，全凭你照应了。来，手脚麻利、肯下力的我都要，工钱当天结，绝不拖一天。哎呦，那可太谢谢你了。先前婶子嘴上没把门的，你大人大量，别往心里去啊。苏婉，咱这儿也算有自己的船啦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场子是自己的，船是自己的，人是自己的。往后钱大发再想凿我的船、断我的路，没那么容易了。小苏，你这货量稳，成色又齐，我给你交个底。省里如今正抓出口创交，水产干货是出口的俏货。你这品相，要是能搭上外贸的线，卖到国外去，挣的就是外汇了，那可是另一个天地。卖到国外去，这事儿我做不了主，得县外贸那边点头。你要有这心气儿，我替你引荐引荐。张科长，这个忙我求之不得。外贸、出口创汇，前世我吃的就是这碗饭，这才是我真正的主场。赵主任，那苏家丫头越闹越大，办了加工点，添了船，听说还想往外贸上钻，敲打敲打。不急，他摊子铺得越大，手伸得越长，破绽就越多。外贸那潭水深着呢，等他一脚踩进去，我再顺水推舟。周科长，我给你提过的苏婉就是他，他那加工点的虾皮鱼干成色我担保。张科长的面子我得给，不过丑话说头里，这是出口的货，外商验收眼里揉不得半粒烧子。一个乡下加工点，我这儿正焦头烂额呢。那边订的海米虾皮3000斤，下月就得装船，可底下收上来的货，潮的潮，砸的砸，验收根本过不了，交不上，我这1年的创洋任务就得砸锅。周科长，过不了，不冤。出口的海米得复晒到水分1/5以下，不然漂洋过海，船舱里一捂就发霉，个头还得过筛分级，
眼下这掺着碎末杂壳的，人家整批都得给你退回来。这2样不改，给谁做都是白呆。这些门道，你一个乡下加工点出来的，怎么懂得这么细？早些年跟人跑过海货，留了点心。这些规矩，前世我闭着眼都门清，只是这话不能往外说。那我就直问你一句，这3000斤按出口的标准，你接不接得下来？我有自己的船，自己的厂子，复晒、分级、竞杂，我立得起规矩，盯得住成色。3000斤我接，不过我也有个条件。你说，这单做成了，往后县外贸出口的海货得给我留个长期供货的位子。我图的不是一锤子买卖。痛快！我周国华手底下就缺你这么个懂行又敢扛事儿的人，成交！乡下地方倒藏着这么好人物。 3000斤出口的货，苏婉，这要是搞砸了，外贸那条线可就彻底断了。搞不砸，这是我的货头一回走出国门。前世我替人挣了半辈子外汇，这一世我要为苏家挣回我自己的天地。赵主任，那苏婉搭上了外贸的周国华，接了笔3000斤的出口大单。出口好啊，出口的货一道道验收卡得死死，外商的钱不是那么好挣的，他要栽就栽在这上头。 盯紧他那批货，但凡出一点岔子，立马报我。3000斤出口干货，1个月内必须装船。3000斤干的苏婉，4斤多鲜货才出1斤干，这得收多少鲜的进来啊？2万斤打底，还得挑，还得筛。出口的标准，缺角的、碎的、潮的，全得淘汰。苏老板，这满打满算1个月，怕是赶不出来吧？ 赶得出，分3班，人歇活不歇，收货、复晒、过筛、装箱，各管一段，账我亲自盯，干成这一票子，工钱翻倍，年底另有红封。这是我踏进外贸的头一仗，只能赢，不能输。再捂2天，这2万斤鲜货就全成了喂猪的料。苏老板，这鬼天气，半点日头都不见。 剩这10来天可咋办？苏婉，出口要晒到1/5的水分，靠这天是真干不了啊！不靠天了，垒烘灶，搭烘房。烘干？对，垒几排土灶，架上背帘，底下温火慢烘，潮气从屋顶散出去。坏了坏了，火太旺，烘熟了，这一炉全废。火退一半，背帘架高1层。 半个时辰翻一回，烘干不是烧火，是煨。火大了焦发苦，出口咽不过；火小了潮气逼不出，照样没。就这个火候，给我记死了，往后1炉都不许差。苏婉，你这脑子到底咋长的？连这个都懂？法子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靠天吃饭的买卖做不大，这道理我前世就懂。姐。 到今儿2800斤了，再有2天准齐。好，等这一单成了，姐供你一路念叨到大学。连这场连言雨都没拦住你，苏婉，你比我想的还能扛事儿。不过话说回头，装船前还有一道验收关，外商的人亲自抽检，半点情面不讲，这最后一脚万万不能松。周科长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 赵主任，苏婉那批货，连一雨都没难住他，眼瞅着就要起火了。天难不住他，货源也断不干净，明的是挡不住这丫头了。那就来暗的。他的货再齐整，只要装船前出1回岔子，外商一验出毛病，前头这些辛苦全得给我打了水漂。好你个赖老六，半夜3更撬箱子，往里头塞的啥？发霉的次货，往我封好的出口箱里掺。赖老六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又给了你多少钱？苏老板饶命！有人塞了我50块，让我往你箱里掺煤货，我真不知道是谁，是个生面孔传的话。50块，一个杂工的命价，能挑在装船前验，精准掺进我出口箱的。 除了赵长福没别人。
你今晚是头一回，还是早就来过？前儿夜里也来过一回，掺了几箱，我记不清了。苏婉，糟了，万一掺煤的箱子混进去，明早外商抽检一抽一个准，整批都得退。1月辛苦，3000斤货全完了。那就赶在天亮前，一只不落的揪出来。分工：老周带2个汉子撬钉开箱，于嫂们抽样过秤，桂峰守着留样抓子比对计数。但凡可疑的全往我这儿送，所有箱子一只不落，按编号挨个验，天亮前必须验完。苏老板，这一仓3000斤，上百只箱子，一宿怕是验不完呐。验不完也得验，我每箱都留了样，编了号，对着比，快得很。都动起来！苏婉不行了，这验了大半夜，灯光又暗，大家都没劲头了。都精神精神！从这会儿起，验完1箱额外赏3毛，谁验出掺了煤的，一只赏5毛。嘿，苏老板敞亮，弟兄们干！验出1只就是5毛，你啥都听人。不对，这箱潮气回的反常，拆。这要不是苏老板这双眼，真就漏过去了。还有时间，大家再把自己验过的箱子再复验一遍，如果还能验出来，就当中奖了，1只奖励2块。我勒个乖乖，这每一箱掺进去的最少都有几十只，这要是真找到漏的还得了，一波暴富啊！哎，老孙头，你给我放下，那是我的箱子。干净了，3000斤，1只没漏。苏婉，幸亏你留了样，又叫老周守着，换了旁人，这一回真就栽得连渣都不剩了。栽不了，他在暗处使刀，我也没把后背全亮给他。赵长贵，掺货落空了，可你既敢在装船前夜动手，验收那关必还留后招，这把柄我先替你见着。仓房里的事儿败露了，掺货的人被当场抓住，那7只箱子也全被揪出来了。意料之中，这丫头没那么好对付。掺货被她破了也好，她只当闯过这一夜就没事了。验收台上我还留着一手，那验货员早被我打点妥，一句不合格，照样整批打回。好戏才刚开场。这批货潮气重，还带着霉味儿，不合格。坏菜喽，忙活1个月，苏老板这回怕是要亏到姥姥家喽。人家验货员金口玉言，说不合格就不合格，这下有好戏看喽。师傅，我估计你是没验清楚，弄错了。今儿我这批货交付，我特意请了几位来给我做个见证。这批出口货的成色，昨儿我老张挨箱过的眼，板上钉钉，挑不出一根刺。还有一桩，前儿夜里有人凿我的船，买通仓房杂工往我封好的出口箱里掺煤货，想坏我这趟外贸单。这事儿我一早就报到了县大队，备了案。嚯，瞧这阵仗，县里大领导连县大队都惊动了。诸位再看这个，掺的煤货、杂工的口供都在这儿。掺货的没得逞，今儿验收台上倒闻出霉味来了。师傅，您说这巧不巧？我说呢，不仅是有人使坏栽赃，这验货员怕不是收了黑钱，串通好了来坑苏老板的吧？就是当着县大队的面查他。我再验一遍，兴许是我闻差了，不劳您了，换人当众复验。哎呦，我就说嘛，人家这货板板正正的呀，苏老板人也板正，怎么能出这事儿？合格，这批货验收通过，装船。苏婉，成了，咱的货真就漂洋过海了。这一关你闯得漂亮，往后县外贸出口的海货，头一个就找你苏婉。周科长这话我记下了。3000斤出海，这条海路才刚走通。前世我替人挣了半辈子外汇，这一世它通向的是我苏家自己的天地。老大，我们的计划失败了，苏婉的船已经驶离码头。掺货、验收，2手都让他一一破了。硬的不行，这丫头不光精，
还早早把县公司、县大队都拢到了身边，正面动他，讨不着半点好。得换个法子，找个能戳进他心窝子，又跟他有旧怨的人。他那退了亲的前未婚夫陈知远，如今正落魄，去把他给我请来。是。小念，这是托人从城里带的富士苹果，带回去和爹娘分着吃。陈志远，你拿走你的东西，我姐早就退亲了，别套近乎。我知道你姐现在攀上了县里大领导，瞧不上我这水运队的粗人。可当初大婚，她当众打我，诬陷我，害我丢了水运队的工作。如今我娘气病在床，连抓药的钱都没了。我不怪你姐，是我没本事。这苹果你拿着。苏婉是吧？这批货款暂时冻结，不能结算。凭什么扣下？货已装船，验收单是周科长亲自签的白纸黑字，上面有举报说这货涉嫌倒买倒卖，账目得封存审计，调查清楚再说。赵长贵动作倒快，明里整不动，就压着货款想把我憋死。这帮人吃饱了撑的，合格单是我签的，扣货款分明是捣乱。周科长，扣款是赵长贵签的吧？是他借口有人举报，我也没法硬来。苏婉，你家是不是出事儿了？陈志远在学校门口闹了一出，我不在乎名声，但厂里等着劫下沙村渔民的货款，没钱厂子开不下去。我去找局长，但赵长贵死咬不放，时间怕来不及。快来看啊！苏家丫头当众悔婚打人，害得我儿子没了工作。如今他攀上领导办黑心厂，钱要被没收了，做工供货的一个子儿也别想拿到。你胡说八道！当初退亲聘礼一样不少退回去了，我闺女堂堂正正办厂，没害谁。做事摸良心，当初大婚是你儿子骗婚，是他做贼心虚。大娘，陈志远自己躲着，让你来闹事儿。苏婉，外贸公司的钱都被扣了，你拿什么结渔民货款？苏老板，这批鲜货刚进厂，明天要是结不上账，咱怎么活啊？大家放心，货款明天下午2点照结，差1分，我把这2条船和地契当场抵给你们。抵押渔船。苏婉，赵主任发了话，货款你1年也别想拿到，明天结不出账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陈志远，当狗当得这么急，就不怕主人连骨头都不分你一根？赵长贵想逼我低头，可他忘了，外贸单子既然做成了，我就不止这一个出路。胡老三，林总介绍的有大买卖谈，跟我来。胡老三，你卖给林总的朱泥寿杏壶是假的吧？涉外诈骗在80年代要判死刑。臭丫头，少胡说八道！我胡老三做生意讲信用，怎么会卖假货？真货在城东的老庙下埋着吧？我已经让人去挖了，是不是假的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哎，你干嘛呢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别激动，我对你没有恶意。这大庭广众，你若动手，我死了你也跑不了。我说了，生意就是生意，壶算我买的，这1000块你拿钱跑路，换个城市也换个名字。1000块，大饭要饭的呢？1000够你换个地方好好生活了。你这壶的来路也不干净，记住拿了钱别再待在这儿，不然对谁都不好。算你狠！前世这案子惊动了省里，今生我提前截胡。看吧看吧，小心着点儿，这朱泥寿杏壶我费尽心思才弄到，晚上老爷子寿宴我还得送上去呢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小心着。那个能让我也看看这壶吗？你是谁？你想做什么？我叫苏婉，您别多想，我手上正巧也有一把一模一样的壶，一时好奇，所以先前有些唐突了，抱歉。等等，这位姑娘，我是古玩研究协会的陈保国，
您说也有一把一样的，能不能让我看看？陈宝珍，古玩协会会长。前世报道上说他身价不菲，人脉恐怖。先前是我出言唐突，陈老要看自然可以，劳您长长眼。这怎的一模一样？这就对喽。哎，林少，你是打了眼被骗了。陈老头，你是说我这壶是假的？刚开始我还奇怪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，直到看到这把我才恍然，真是巧夺天工。要不是正巧正品出现，我恐怕也无法确认你这把是仿品。这把也一定是现代名家高仿的，你这被骗的不冤。那陈老头，你怎么就能确定我这把是假的，他的就是真的呢？苏小姐，你先前出言，不知道可是看出了什么？能不能让我上个手？尽管看，我倒要看看你个小丫头能说出什么花来。陈老，麻烦借您的放大镜用一下。两位请看，这原来是她，怪不得苏小姐厉害呀！你小子摔那么快做什么？做这壶的人我认识，本来还准备带着你去要个说法。那个苏小姐，您看您这壶愿意出手吗？上钩了。不瞒你说，壶我是打算出手的，只是这价格可能会很高。钱没事儿，您尽管说。3万。啥？3万？苏小姐，你这价有些不实诚了。我也知道这价有些过分，但我是实属无奈。之前我通过县公司接下了林东远洋贸易的一个下发海货订单，现在货交了，钱却被卡了，几百工人等着这3万工资活命。我实在没办法，只能试试把这壶卖了，寻摸着能不能碰到个真的喜欢的老板，高价收了，填上这救命钱。不是，等等，啥？我砍你款了？啊，什么意思？还没介绍，你身边的这位就是你说的林东贸易的东家林兆峰。不是，你们等会儿，我打个电话。小李，上一批的货款确实都付了吗？下发给县公司的那笔呢？结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苏小姐，我刚问过了，县公司已经收到钱了。你这情况应该是县里财政的问题。林总，那您有法子吗？如果林总能帮我这一把，这壶我就纯当谢礼了。赵峰，这关系到几百个家庭的生活，在这个特殊时期可不能犯迷糊。苏小姐，解决了，1小时以内你们的货款必下。林总，太谢谢您了，这壶您拿着。哎，一码归一码。再说你这事儿本就和我有关，这壶我不能白要。要是苏小姐真的想谢我，今晚我父亲寿宴，还请赏光。李小子有的是钱，你放心大胆的收他的。有时间多来看看我老头子，现在有你这种眼力年轻人可不多了。既然如此，晚上我定然备好重礼给林老爷子祝寿。但是现在我要赶回去把工人的工资发了。应该的，我让司机送你。苏老板的货款为什么不早结？省中行和市长的电话都直接打到我家里了，你们想害死我？哎呀，苏老板，您可算来了，快请坐，快上好茶。局长客气了，我来取昨天被赵主任冻结的那3万块货款。瞧您说的，哪能叫冻结？那是赵长贵这害群之马滥用职权，我已经让巡查队查他了。3万块新票子全在这儿，您点点。苏老板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。局长，只要工人的救命钱能结，我不会耽误县外贸的清誉。苏老板大度，
以后您的节会我亲自督办，开绿色通道，绝不耽搁。多谢。前世，下山村渔民因为2点没拿到钱，被陈家挑唆砸了加工厂，爹娘护厂双伤残疾。今生，我绝不让悲剧重演。1.55了，苏婉那个死后，咱快跑了！好房子抢不了现在，谁敢动？苏婉说了2点结账，就一定会回来。叔，大伙儿也是为了生活。苏婉要是真拿不出钱，我帮大家写个析产书，把这厂房地皮分给大家，也算有个交代。陈志远，你少在这装好人，你就是想趁火打劫，霸占我们苏家的厂子。苏叔，我也是为了大伙。既然苏婉跑了，2点一到，大伙儿就进去分了这厂子吧。对。谁说我跑了？老周，摆桌子，点钱。天哪，真是现钱，全是新票子！老陈，你的65块拿好，下一个。苏婉，你这车和钱哪儿来的？赵主任都冻结你账目了，你这钱来路不明。苏婉，赵主任是县外贸的领导，只要他一查，你的厂子照样封。苏婉，县里的人来查封你了。苏婉同志，决策部公函已到，县外贸局副主任赵长贵因涉嫌滥用职权，强扣创汇资金，已被调查处立案调查，即刻停职。这是省中行特批函，特此送达。我舅舅是外贸公司的领导，怎么可能？是不是弄错了，同志？我舅舅他……省调查处直接立案的公函还能有错？赵长福涉嫌违规侵吞外汇资金，问题严重。你是他什么人？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不，我不是，我只是个普通的大学生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利益往来，我是清白的。我呸！先前还装出一副好人样，帮我们鸣不平，合着是想吃苏老板的绝活。要不是苏老板把省里领导请来，咱今天全成了你们这帮贪官的枪手了。完了，刚刚我可是冲在前面还动手了，我不会拿不到钱吧？不行，我得带头站个队，表现表现。婉丫头，咱们挺过来了，厂子保住了。婉秋，婉，咱有钱了，厂子活了。前世害死爹娘，逼垮加工厂的这桩死结，在今生终于被我用一招彻底连根拔起。但这也只是刚开始。舅舅，赵主任，外面传你要被调查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苏婉在厂门口把钱发了，省调查处的人也到咱们县了。这都是你这个成事不足、坏事有余的。舅舅，我都是按您说的，要不是听信你的鬼话，说苏婉没背景好拿捏，老子怎么会去卡省中行的特批资金？这下捅到天顶上去了，你害死我了！赵长贵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还有那个陈志远是吧？一起走。赵长贵倒了，但赵长贵是官，做事有顾忌。前世真正逼得我苏家家破人亡，在商界只手遮天的幕后真凶，是垄断了全县海货收购线和冷库的本地一霸钱广发。老板，赵长贵折了，苏婉这丫头直接通了省里的天线，咱们接下来……省里的领导能天天盯着这偏远渔港，在这片海，我钱杠发才是天。先前他能去外乡收货，
是我不愿意大动干戈，现在不行了，再不动他真要上天了。传我的话下去，这次把全县所有的收鱼线冰库全部锁死，和他比钱，他一个新起来的能有多少钱？一斤鱼，一只虾，也别想进他苏婉的场。我要让他守着一个空场子，活活憋死。婉婉，咱虽然拿回了货款，可厂子开工处处要用钱，你真要去给那港上的老爹买重礼啊？咱乡下人送点自家晒的特级海迷干货不行吗？桂芬，人情往来不是这么算的。林总今天能帮我们，是看在陈老和那尊紫砂壶的份上。今晚的寿宴，是咱们在县里真正站稳脚跟的机会。行，听你的，那我先回厂里盯着出货，你一个人当心。去吧，我买完礼品就直接去林家。前世90年代初，曾有一条轰动全省的古玩圈新闻，说是本县信托商店在清理仓库旧物时，意外以15元的价格售出了一轴被误判为民国仿作的画。后来买家找古董专家鉴定，竟是郑板桥的真迹竹石图，最终在港岛拍卖出了100万天价。如果我的记忆没出差错，这幅画现在应该还在现托商店的旧画堆里蒙尘。不是这幅，这幅用墨太浮，是近代印刷品。这幅是普通的晚清行货。姑娘，那些都是从公社破庙和旧仓库收上来的旧画，标价都是15块一轴，想要自己挑，概不退换，别弄坏了。知道了，师傅，我就瞧瞧。分量不对，厚度也偏厚，纸张边缘有极微小的双层粘合痕迹。没错了，这是清代书画商人为了防盗，特意找高手做的双层标，外层是假，内里藏真。这幅画就是那幅失传的真迹。师傅，我瞧这画上的墨竹挺精神，买回去挂堂屋里喜庆。就要这幅了，15块，交钱吧。15块钱，郑板桥真迹到手。赚麻了。苏小姐，你可算来了，快，我带你去见我父亲和陈老。林总，打扰了。林老。这纯金寿桃是我特意找省城老金匠打的，足足有半斤重，祝您福寿齐天啊！王总破费了，有心。林总，这位想必就是你提起过的那位苏婉小姐吧？真是年轻。不过苏小姐今晚这打扮倒是素清，这戴的贺礼，瞧着也怪别致的。今晚林老寿辰，大伙儿送的不是名窑玉器，就是赤金寿礼。倒不是显摆，而是图个敬意。苏小姐拿个起了霉斑的旧话筒，知道的是你一片孝心，不知道的怕是觉得苏小姐有些慢待林老了。林老，晚辈听闻您雅好书画，便在县信托商店寻得这幅前人字画。外观虽有些年头，但与您这海外归来的风骨最是相配。祝您福寿绵长。信托商店的旧货大多是些残次品，苏小姐，信托商店的水深得很，没个几十年眼力，进去就是给人送钱。你送这东西，怕是要让林兆白欢喜一场了。小姑娘有心就好，字画高雅。赵峰，展来看看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纸张受潮发霉，落款更是民国书士的练习临摹本。唉，苏小姐，心意固然是好的。但拿这种地摊上的仿作来给林老祝寿，在今天这席面上确实有些失了分寸。等等，陈老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不就是幅10几块钱的民国仿作吗？只当您老这么大动干戈。闭嘴！不懂装懂的蠢货！这只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宣纸，墨色虽淡，
却隐有铁骨之意。最关键的是，这画轴的厚度不对，这是失传已久的清代双层表防崴神技。陈老，这双层表是何意？清代书画名贵，常有盗贼劫掠，有装裱之家便发明了此法，在真迹外层再覆盖一层宣纸，画上平庸仿作，用以蒙骗外行，保全真迹。苍劲如铁，瘦劲孤高，这才是真正的板桥风骨。这是郑板桥子的晚年真迹朱识图啊！前世那份轰动古玩界的报纸报道，详细写明了这幅画被剥开的层数和纸张细节。今生我只是顺着前世的记录照猫画骨。小苏，连沁沱商店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都看走眼了。你年纪轻轻，是怎么看出这画是双层表的真迹的？晚辈早年有幸读过一些装裱古籍，知道有此秘法。见这画轴厚度有异，纸边缘有拼接痕迹，便想着碰碰运气。没想到真是真迹，能入陈老法眼，是这画的福气。好一个碰运气！不骄不躁，心有乾坤。丫头，老夫研究文玩一生，从未见过你这般灵性之人。你可愿拜在老夫门下，做我的关门弟子？苏小姐，陈老在省里和港商圈子德高望重，从不轻易收徒。陈老抬爱，苏婉求之不得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好，往后在这县城，谁敢动我陈宝珍的徒弟，先问问我答不答应？前世我孤立无援，被钱广发、陈志远逼上绝路。今生我不仅要赚钱，更要支起一张他们撼动不了的人脉大网。听码头的人说，钱老板发话，谁敢给苏家送鱼，就砸谁的船。大伙儿今天怕是没活干了。我刚指望着工钱，给娃交学费呢，这可怎么办？娃娃，今天连1斤鱼都没送进来，要不我去给钱老板赔个罪？求他有什么用？他就是想逼死咱！婉婉，没原料，下午厂子就得停工。爸，别慌，钱广发想一手遮天，咱就去掀了他的天。前世钱广发就是靠垄断码头逼死同行，但他不知道，我脑子里有30年的记忆。大澳村的国营远洋队刚捕回大批特级海货，正因为跟杂货铺结怨，被压价卡脖子。他们可不受钱广发控制。桂峰，带上全部现金和外贸合同，跟我去大阴村。队长，杂货铺那帮孙子欺人太甚！这么好的深海元虾，非要压到2毛钱1斤，连油钱都不够。可得罪了他们，我们2毛钱都拿不到。许队长，你们的货我都要了，价格提2成，现款结算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县里钱老板的规矩你不知道？钱大发的规矩，管得着省里的创汇项目？这是和港商林兆峰签的合同，外贸局长亲自盖的绿灯章。真是省外贸的章，可出口货检疫极严，我们这货冻了3天，万一出问题退回来。许队长，你们用粗盐大冰冻伤了鱼皮，只要按3分碎冰、7分细盐混合叠铺，再加上我这套保鲜法，不仅鱼肉品质更好，保鲜期还能延长1倍，绝对能通过省检。神了，比我们课本上的法子还透彻。苏老板，你真是个懂行的大才，这货卖给你了。以后我们队回港的深海货全都优先供给你。天哪，真的是深海货，比钱高法卡着不给的那些烂鱼强100倍。苏老板，你太神了！第一步走通了，但钱广发要是知道我打通了远洋队，肯定会气急败坏。要想把这些货运出去，必须走海运出港。码头上的装船检验是他最后的底牌。大澳村远洋队，他苏婉居然有这等通天的本事，能让那帮顽固的远洋队把货卖给他。听说苏婉给的价格高，还懂什么洋气的保鲜技术，远洋队把他当菩萨供着呢。好得很，既然你拿得到货，我就看你这货怎么运出海。传话给质检所的老刘，就说苏婉这批货来源不明，涉嫌变质，给我死死扣在码头上。我要让他的货在太阳底下晒成臭肉。
同志，我们这可是省里特批的出口海货，下午3点轮船就要起锚了，为什么还不给过检？急什么？说了，你们这批货来源不明，怀疑有变质疫病，得扣留采样检测，等2周后再出结果。2周这冰全化了，鱼虾全得烂在码头上啊！这可是3万块的货，求求您通融通融。通融？要是出了问题，砸了创爷的牌子，你担得起吗，苏老板？不是我不给面子，公事公办。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没我的红章，你们的货今天也别想装船。只是不知道你办的是的规矩。苏婉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刘明生，你真当大油村远洋捕捞队的沈一章是摆设？前世刘明生收了钱广发一套商品，专门在码头刁难前发的同行，逼得人倾家荡产。但他这回算错了，赵长贵一倒，钱广发没了靠山，只能找他这种基层小鬼。而我这批货是省海洋局直属远洋船队捕捞的，国家规定直属远洋海产出口，地方申检只有配合查验放行的义务，无权扣检。大烟村远洋队是省属编制，随船有国家级制验员，出港前这批货的检疫合格证就已经由省海洋局盖章生效。你一个小小的县章检所，有什么资格扣检省里盖了章的国家项目？那又怎么样？在我们县的地界，就得听我们所里的规矩。我说不行就规矩，我倒要看看今天谁的规矩能大过省外贸厅的指示。周科长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刘明生，你长了几个脑袋？敢卡南岳林兆峰先生的订货？林先生刚刚从南岳直接打电话打到了省外贸行和市长办公室，说本县投资环境恶劣，刻意刁难外资出口，声称要撤销后期的全部合资项目。市长正发雷霆大怒，亲自下令查办。你现在立刻给我盖章放行，要是耽误了船期，你这身皮就别想要了。我放，我这就放，快盖章放行。周金华、苏婉，好，真有你们的！备车去陈家，去把陈志远给我找来。既然他苏婉在生意上滑不溜手，我就不信他家里人也个个有防备。苏小姐，第一批货在南岳反响极佳，客户对你们的质检和保鲜大加赞赏。这是追加的5万只对虾的长期外贸合同，这是定金，你收好。林总，合作愉快，我们会保质保量，绝不耽误船期。婉婉干得漂亮，能在钱大发的重重阻挠下把货顺当送走，没丢为师的脸。以后在这县城做生意，谁要是再使绊子，直接跟为师说。多谢师傅，给您添麻烦了。第一张外贸网织成了，苏家算是彻底稳了脚跟。但钱光发连输2局，以他心狠手辣的性格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必须加倍提防，特别是爹娘和念念的安危。钱老板，求您收留我。赵长贵那个老东西倒了，学校也把我开除了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只要能弄死苏婉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你叔叔赵长贵都折进去了，你一个被学校开除的废物，对我能有什么用？滚出去！别脏了我的地毯。有用，我有用。钱老板，我最了解苏家。苏婉在生意上虽然厉害，但她最在乎她的家人，尤其是她那个正在县一中读高3的妹妹苏念，那是苏家的宝贝金凤凰，正指望考大学呢。哦，一个高3女学生能翻出什么风浪？要是苏念在高考前被学校发现跟社会上的小流氓厮混，还被拍了照片，以作风败坏、投机倒把的罪名通报开除呢。一中校风最严，只要这名声臭了，他一辈子就全毁了。苏家二老得活活气死，苏婉也得方寸大乱。好，够毒！读书人的心发起狠来比老子还黑。这钱拿去办事，需要什么人手找我的助理。这回要是再办砸了，我就把你沉进海里喂鱼。钱老板放心，这回我要让苏婉眼睁睁看着她妹妹被毁掉，我要让苏家家破人亡。
林总，这批对虾的定金到账后，我想在市里买套洋房，尽快把爹娘和妹妹接过去。苏小姐怎么突然要在市里置产？下虾村偏僻，总有些不规矩的人盯着，换到市里，一是为了安全，二也方便念念备考。这事儿你找我就找对人了。市中心东湖畔的明珠花园治安极好，出入有保卫，离一中也近。我下午正好没事，亲自陪你过去看看。那就多谢林总了。姑娘，我们明珠花园是高档洋房，起步价25000块，只收现款，不赊账的。要看普通家属楼，去隔壁巷子吧。这栋不错，就要它了。姑娘，这栋要25000，你听清了，是25000，不是250。今天我先付15000。15000，差了整整10000块呢。姑娘，我们这儿可不是菜市场，少了1分钱，今天也签不了字。没钱就别打肿脸充胖子，当我招待贵客。苏小姐，这掐额的10000块我先替你付了。这房子关乎令尊令堂的安全，别跟我客气。林总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做生意账目要清，我做人一码归一码，私情不能染了公事，这人情我不能欠。把你们经理叫出来，叫谁来都。天哪！省里特批的创汇合同，还有中行的结汇承诺。经理是识货的，这是我跟林总签的5万只对虾合同，我今天付15000现款，剩下的1万用这份创维合同做押押抵账，下周直接划拨到你们账户。行，就签合同；不行，我转头去买金水湾。行，当然行，这可是省里特批的外汇信用，我们求之不得。小张，你狗眼看人低，还不快给苏总倒好茶，立刻把合同和钥匙办好。林长，林总，多谢你的推荐，下周结汇后我请你吃乔迁宴。那我可就等着了。叔，婶子，快瞧瞧，这洋房还有2楼露台呢，以后晒衣服都不用抢地方。林总，这粗活怎么能让您金贵人动手？快歇着，我来扛。叔，别跟我见外，搭把手的事儿。老头子，你摸摸，这皮子真滑溜，地上也亮堂的，能照出人影。咱打家大辈子，做梦都没想过这辈子能住进城里的大洋房。是啊，老婆子，这都是婉婉的孝顺。咱家真的有大彩电了。姐姐，那书桌好大，还有一盏白花花的护眼台灯，我以后一定拼命看书，考上省城大学。傻丫头，只要你好好学，往后好日子还多着呢。苏小姐，如果这里还缺什么，随时跟我开口，能帮上你的忙，我很高兴。林总已经帮得够多了，要不是你的引荐和担保，售楼处也不会破例接受外贸货款抵债。等下周货款结汇安顿好了，我请你吃乔迁宴。那我可就记下了，苏小姐到时候可别赖账。今天，咱苏家从下辖村搬到城里的大洋房，算是光宗耀祖了。这杯酒，爸敬婉婉，爸为你骄傲。前世爹娘含冤而死，念念与我反目，今生我保住了他们，还让他们住进了最安全的洋房，后顾之忧已去。钱广发、陈志远，你们纵有千般毒计，也休想再动我家人一根汗毛。就是他，等他进了前面那条回家必经的近路胡同，你们直接动手套麻袋，拉到空仓库里拍照。照相机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陈哥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保准把这小妞拍得清清楚楚。念念妹妹，好什么呀？你姐姐不是很威风吗？哼，今天哥哥带你去个好地方，拍几张好看的照片，让你姐也高兴高兴。
陈志远，你死心吧！救命啊！抢劫了！闭嘴！臭娘们儿，老实点！陈志远，你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苏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老周，动手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一个也别放跑。前世，陈志远在省城被债主逼急时，就曾指使流氓设局照毁了债主女儿的名声，逼得人家姑娘上吊自尽。今生他被我逼上绝路，我怎会不防？我早在1个星期前就让老周在学校暗中守着，就等他这只恶狗咬钩。放开我！苏婉，我是大学生，你这是犯法的！都不许动！接到群众举报，这里有人寻衅滋事。治安员同志，这些人光天化日之下试图强行绑架、侮辱我妹妹，照片、绳子和麻袋都在这里，他们当场被我们抓获。治安员同志，这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是钱广发，是钱广发，是钱广发给我钱让我干的，相机也是他提供的。钱广发，我是被逼的，都是钱广发指使的。钱广发，你以为你藏在幕后就能安然无恙？陈志远的这口供，就是我送你进大牢的催命符。苏老板，陈志远虽然供认了，但他精神极不稳定，口供不能作数。至于那个照相机和麻袋，也证明不了是钱老板指使的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刘队长，陈志远亲口喊出是钱管发指使的，当时好几个工人都听见了，这怎么不算数？我是治安员，还是你是治安员？大声嚷嚷什么？苏老板，我也给你透个底。刚刚稽查部门接到10名举报，说你们厂涉嫌违规，下午调查组就要进入查封，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的厂子吧。刘队长，你这只手为了替钱管发捂盖子，伸得未免太长了。你真以为这县局是你们只手遮天的地方？什么？绑架女学生，还想栽赃查封我徒弟的工厂？这帮县里的害群之马无法无天了！婉婉，你在县局局里坐着，1分钱的协查字也别签。老夫现在就给调查处的肖书记和省大队厅直接打电话。我倒要看看钱广发在县里织的这层关系网，能不能挡得住省厅的雷霆。前世，钱管发在县里横行霸道20年，关系错综复杂，普通人根本告不倒他。但今生，我败在陈老门下，陈老在省里的人脉能直接调动稽查部门。钱管发，你留在县局的这层保护网，我今天就给你彻底撕碎。苏婉，商管署的同志来了，配合调查吧，你们厂子即刻查封。省大队厅稽查部门，谁是刘建国？我是。同志，你们这是？接调查处主要领导指示，对钱广发涉嫌黑恶垄断、买凶绑架案，以及刘建国涉嫌徇私枉法、包庇犯罪一案，实行省级直接督办。县局治安队刘建国即刻停职接受调查，带走。钱管发，这只是第一步，在法律、生意和社会层面上，我会把你们连根拔起，让你们彻底万劫不复。林总，省专案组已经对刘建国动手了，赵长贵的伞被掀了，但钱广发手里还有大笔的外贸单子和流动资金。苏小姐放心，这帮人渣竟敢绑架令妹，我父亲知道后也极其震怒。在生意场上，我林家绝不会让他活命。如果不锁死他的资金链，他很快就会断尾求生，甚至转移资产跑路。我父亲已经亲自致电外销商会，谁敢收钱管发的一只虾，林家就在商会彻底封杀谁。今天之内，他所有的外销订单都会被单方面取消。另外，我正带着合同去找中行行长，我会以涉嫌境外资金欺诈和黑恶洗钱的名义，特批冻结他所有的节税和往来账户。这一次，我让他1分钱都别想带走。多谢林总，这一回，我要让他血本无悔。老板，出天大的事了！
陈老板刚刚发来紧急电报，说要单方面取消我们这季度所有的冷冻马鲛鱼合同，已经装船的货也全部退回。取消？他疯了吗？合同里写着违约金要赔10万，他不要钱了。陈老板说，林家老爷子和林总在商会里放了话，谁要是敢收我们钱广发的货，就是跟整个林家作对。陈老板宁可赔违约金，也不敢在南岳坏了名声啊！喂，钱老板，接到永行通知，由于你的公司涉嫌严重涉外违法交易，你名下的所有结换账户、外汇信放证及一切银行往来账户，已于10分钟前被特批全面冻结。我下午还要付3万块的工人工资和船租，这钱提不出来，我……钱老板，听说你被省里盯上了，连银行账户都封了。咱们之前那笔5万块的货款，我可就先扣下了啊！等你的官司打完了再说，免得被你牵连。喂，局长，钱广发买凶的事儿，省专案组已经定性了。他名下的冷库和码头摊位，这些年涉嫌强买强卖和多次违规，账目可不干净。如果省里顺着这条线往下查，查到以前的一些关照，大家怕是脸上都不好看。苏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们对这种黑恶势力绝不姑息。我立刻牵头商管署、征缴处和消防，今天下午就去把钱广达的所有产业彻底查封。那我就替全县的渔民多谢局长的公正严明了。接到群众举报，前市冷库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，并涉嫌非法垄断、强买强卖，即刻予以依法查封。刘科长，这都是误会，咱们上周不是还一起吃过？钱广发，谁跟你吃过饭？少套近乎，公事公办。你的冷库必须立刻停业，接受征缴处和消防的彻底审查。钱广发，你害死老子了！现在省里在查你，连老子的资金都被冻结了。你欠我们大伙的10万块分红，今天必须拿出来。没钱别想跑，大伙动手，把他冷库外头那几辆卡车和发电机全拉走抵债。呸！这个吸血鬼也有今天，报应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，冷库被封，资金冻结。苏婉，你想要老子的命，老子今晚就走水路去南岳，只要老子活着，这笔账迟早跟你们算清楚。总算走掉了，苏婉，你这个臭丫头，给老子等着！等我到了南岳，这笔账迟早跟你清算。陈老板，坏了！整个海边的船全开过来了，他们把航道彻底焊死了。这不可能，谁能调得动这么多船？钱广发，你想走水路逃跑？苏婉，你非要赶尽杀绝吗？你大概忘了，现在这整片海的所有渔民和船只，都在指望着我苏婉的加工厂过活，没有我的放风，这片海你连1寸水路都别想走，你无路可逃。钱广发，你垄断这片海20年，真以为你就是这儿的天？当你和陈志远设局想毁了我妹妹一生的那一刻起，你就该想到今天彻底被毁灭的下场。今天你的靠山赵长购在牢里等你，你的外销商路林总已经断得干干净净，你的所有往来账户银行全面冻结，你1分钱也带不走。在这片海，我苏婉要起，天都拦不住；你钱广发要倒，神仙也扶不起。我输了，我真的输了。苏小姐，风停了，以后这片海是你的了。前世逼垮我厂子，害死我爹娘的死劫赵长贵、钱广发、陈志远，今生终于被我全部碾碎。爹娘，妹妹，我们安全了。从今往后，我苏婉要在这片大海开辟属于我们苏家自己的外贸帝国。婉婉，这几天的结柜大单利润全进来了，扣去给大澳村远洋队付的余款和工钱，咱账上足足躺着8万块钱纯利润呢！天哪，咱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桂芬，8万块只是咱们在海里刨出来的第1桶金，想做成真正的大帝国，这些钱还远远不够。婉婉，咱市里那明珠花园的洋房住着是真舒坦，
这城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多。我听人说，这城里的地皮和房子以后怕是更金贵了。地产业前世，地产业在90年代迎来史无前例的暴涨，特别是沿海发达城市的黄金地段。未来的几十年里，房价翻了数十倍，寸土寸金。既然今生我手里有了第一笔庞大资金，又有林总和省里的外贸背景，我何不趁着现在土地价格低如白菜的黄金风口，开始大规模囤房囤地？这是比外贸出口还要暴利100倍的万亿级市场。苏小姐，你想买地？现在政策对私人购买土地使用权限制极严，如果是个人名义，市里绝对不会批。林总，个人名义不行。但如果以我们中外合资海产外贸出口加工基地的名义申请呢？你是说，以扩大出口生产线、建新厂房和员工宿舍的名义，向市里申请特批工业用地？没错，这块地名义上是外贸园区，但只要拿下来，周边的配套建设和规划主导权就在我们手里。我带你看个地方。苏小姐，这片地是咸水滩，种不出庄稼，也盖不起高楼，目前在市里无人问津。你确定要向市里申请这片荒地？前世10年后，省里在这里设立了全省第一个保税自贸港口区，外资大批涌入。这片无人问津的烂泥滩，未来是市里最繁华的黄金商圈，地价暴涨100倍以上。今生，我要趁它一文不值的时候，彻底收入囊中。林总，相信我的眼光，这里就是未来最繁华的黄金港。下午我们就去找市里，以合资工厂扩建的名义，把这方圆500亩地全部签下来。好，既然苏小姐看中了，我这就回去起草市里的特批申请书。苏婉，我越来越期待你带我创造的奇迹了。梁局长，钢笔先放放。决策部刚刚下了加急规划，这片海滩被划为省城港口紧急储备库用地，由我们省城建发集团负责建设，省重点项目优先。这字你今天签不了。这是决策部江副厅长的亲笔批示。哎呀，林总、苏小姐，这省厅的文件下来，我们市局必须服从命令。这字儿，我实在不敢签了。冯经理，你们建发集团连储备库的立项资金都还没批下来，这分明是恶意占地。林总，我们是省属龙头，有江副厅长撑腰。至于你旁边这位苏老板，一个乡下办鱼竿厂的丫头，也配跟省城大国起争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冯经理，这文件是本月7号签发的，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江副厅长在8号就已经因为严重违纪被调查处带走调查了吧？你拿着一个被调查的人签的文件来压市局，胆子可真够肥的。黄口小儿，信口雌黄！江副厅长好好的，你少在这儿妖言惑众！梁局长，立刻把他们的申请驳回。苏小姐说的是真的吗？那我更不能签了，总要等省里调查清楚。林总，既然梁局长为难，我们先走。有些事情我们回省城查个一清二楚。这臭丫头怎么会知道省里江副厅长出事的消息？绝对不能让她回省城调查，立刻去联系，今晚就把苏万工厂的所有银行账户和结汇资金全部冻结。我让他明天的出口海运货柜付不起旅费，上不了船，直接因合同违约破产，看他拿什么跟我斗。郑副厂长，你们账户被冻结，明早出港的远洋货柜今晚5点前必须结清运费和港杂费，否则我们只能卸货取消仓位。还有我们刚送来的包装箱尾款，不给现金，今天就拉回去。没有包装，你们的海味怎么装柜？听见没有？苏婉的厂子被查封了，货上不了船，信用称马上作废。这批货今晚就得烂在码头，不如2折贱卖给我，我帮你分担点损失。苏老板，没钱付运费和包装费，你这批货死定了！别死撑了，赶紧签字卖给我吧。谁说我付不起运费？我的货今天上不了船了。小张，我们是合资出口企业，拥有败币结算和免税绿色通关特权。运费我们直接用这笔省银行特批的外券结算。这是特批放行单，你看看。哎呀，中行外汇放行单没问题，我们立刻装柜，保证明早准时运走。那包装箱，钱老板，把你的箱子拉回去吧。林总已经从港岛统一采购了出口级的防潮铁盒包装，规格更高，
完全免费。这不可能，你怎么能弄到外汇券和港口特批单？二狗，你低价强买国家出口物资，涉嫌经济破坏。桂峰，报警！婉婉，这朱法官和冯经理显然勾结在了一起。按法律，合资创洋企业的资金受省里特批保护，县法院根本没有权利单方冻结。既然他们自寻死路，我就陪他们玩到底。我不仅要解除冻结，还要让姓冯的在这县城里寸步难行。师傅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我们合资厂的结算资金今天下午违规冻结了。放屁！一个县法官也敢冻结省里挂牌的创汇资金，无法无天！丫头别怕，我这就给省高院院长去电话，明天监察组就下去调查。我倒要看看他有几个胆子。局长，我是苏婉。今天在厂门前搞破坏的二狗是冯经理指使的。听说冯经理开发队租了无资质民用车，而且他们住县委招待所，可能没做好外来人口登记。苏老板放心，我这就带队突击治安检查，并在进城口设卡，严查违规工程车。凭什么赶我们走？我们是省属建发集团的。上面紧急消防整改，全楼停水断电，今天所有人必须清退。真倒霉！去开车，咱们在吉普车里凑合一宿。这辆车涉嫌无证改装，发动机号不符，依法扣留。人下来。这是建发集团的车，是不是有误会？少废话，下车，全部带回局里接受调查。梁局长，赶紧签字！苏婉的厂子账目已被冻结，他现在自身难保，根本没钱开发。快把这500亩地批给我们建发集团！可苏小姐昨天说，省厅的江副厅长已经被调查了，你们这文件……胡说八道！江副厅长好好的，那是苏婉恶意造谣。你今天不签字，就是违抗省里指令，这官你还想不想当了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局长，你带治安员干什么？朱金水，我是省高院肖建国，依法对你停职调查，立案逮捕。肖市长，我是按规章办事啊。朱金水，你小舅子已经把收受冯经理2万块回扣的账本交出来了，带走。肖市长、苏老板、林总，这都是误会啊！我们建达集团也是听了决策部的规划指令，根本不知道底下人办事这么糊涂。既然这地是苏老板先申请的，我们建达主动退出，绝不掺和。苏老板，这地儿我都让给你们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得饶人处且饶人呐！冯经理，你觉得这县城是你省城的后花园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苏婉，你别乱来，我可是省属国企的经理。省属经理，今天我不动你，是给你留个面子。回去带句话给你们建发集团的邝总，这片地我苏婉要了。是，我一定带到。苏老板，打扰了。苏小姐，之前是我糊涂，这500亩工业地块的审批协议我已经签好字了，您收好。多谢梁局长公事公办。地是拿下了，可这500亩荒滩，砸钱填进去，啥时候见回头钱？我那边董事会还有人犯嘀咕。林总，犯嘀咕的，过2年得追着来求咱。婉姐，上头放大消息了，国家新划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，咱这儿正在里头。减税、引外资、特殊政策。苏婉，你半年前死活要囤这片没人要的荒滩，你早就料到了。我只是相信这片海，自古有海的地方就能养活人。我算服了，你这眼光比我那帮喝过洋墨水的董事强出10条街。你看，这儿建出口加工区，那头留商业街、货运码头，3年起矿价，5年成气候。等政策全落了地，这片海岸就是寸土寸金。光这500亩还不够？不够。趁现在地价没变，老城那块旧房也便宜，能悄悄吃下的，都给我吃下来。行，你看准的，公司全力跟投。
从今儿起，我们就有自己的旗帜了。晚晴时业。婉姐，咱从滩头晒虾品起家，这才几年啊！想当年码头那一夜，咱守着上百只箱子熬到天亮。我老周这辈子没服过谁，就服苏总。我跟大伙儿交个底，这面旗立起来，往后要把咱的海货卖到更多国家去，把这片荒海岸起成连着双港的商圈。在座的都是开荒的功臣，公司往后挣的有大伙儿一份儿。丫头，你别天天光顾着忙生意，啥时候再淘弄点好玩意儿给师傅解解馋？徒儿谨遵师命。苏总这面旗一立，往后咱县的出口创银可全指望你扛大头喽。想当年你挑着担子来水产站送货，我就说这丫头不一般。各位师长、贵人的提携，苏婉都记在心里。苏总，我那块地皮正巧挨着您的，往后还得您多照应啊。照应乡里可以，地块的规矩按章程来，谁也别想走后门占便宜。婉姐，这些破房子又不能下蛋，你买它干啥？你只看见破房子，我看见的是10年后的马路、高楼、商铺。现在一间院子的价，10年后怕是连这门口一块地砖都买不着。苏老板，这院子破是破，到底是祖上传下来的，您给的价是公道，可我心里没底。大叔，话撂前头，我看好这片老街，您要信我，这价我再添一成。往后这条街但凡修路起楼，绝不少您一份补偿，白纸黑字写进合同。有您这句话，成了。那行，叔，那你直接去财务领钱。那个，我听说您这个项目可以投资，每月都给息。吸收20%的民间投资，要利息还是直接换房子，随您。那行，我那钱就放您这儿，算我投资。我周围还有些邻居也想投，我一会儿带他们来。叔，您慢点儿。婉婉，摊子铺这么大，爹睡觉都不踏实。爹，这是一个黄金的时代，要不一路领先，要不就要低头过活。您前半辈子低头种地，后半辈子我想让咱们这个家抬着头的往前过。我姐最厉害，等我考上大学也回来帮姐。你呀，先把书念好，家里的事儿有姐。想想几年前，咱家还压着400块的窟窿，被人堵着门要债，如今住上了楼房。婉婉，爹这辈子值了。邝总，那苏婉油盐不进，还放话园子鉴定了，硬来怕会坏规矩，落人话柄。规矩？他师傅是陈老吧，多少也算体面人，有他在是得讲规矩。你说要是陈老不在了呢？不在了，这事儿太大了，不好办吧？哼，你想什么呢？你怎么那么蠢？我说的不在了，是想个办法给他调走，到时候最好再弄点事情让他被查一段时间，断了苏婉和他的联系，那不就好办了？是，树一倒就从钱上卡死他。若是他还不就范，就别怪我要直接掀了他的饭碗了。到时候找几个拆迁队、工程队生面孔，把皮一拔，那就是黑恶势力、地痞流氓，他们做什么和我们就没关系了。邝总简直就是诸葛在世，那小丫头哪里能和您斗？少拍马屁，快去办吧。记住，对付陈老不能来硬的，要合情合理，就以配合调查的名义送到上一级。那边我打过招呼，人一到没有10天半个月放不回来。陈老，
是这样，您早年经手鉴定的一批馆藏文物可能出了点问题，事关重大，请您配合一趟。当然，我们是绝对相信陈老的。这次请您过去，主要是希望您和另外一位专家再次鉴定一下，看看其中是不是另有隐情。听几位的意思是说，是我陈保国在文物上，还是宋馆藏的文物打眼了？陈老，您别为难我们，古董这行您是专家，但是确实另一位也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又是经的您的手，您总不能不管不是？行，我跟你们去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位专家敢说我眼里不行。对于这批文物，邝总怎么说？邝总可啥也没说。所以你们认识邝总？什么邝总不邝总的，我们不认识。婉婉，这是文件是真的，看来这次师傅不去是不行了。没事，师傅，您放心去，照顾好自己。要是有事儿，打电话给我这几个朋友。对方既然想到了陈老这一环，估计陈老的关系这次不好用了。林总，我要你帮我办件急事，把婉晴账上所有能动的钱、能提的应收款全转到你公司名下，能转多少转多少。苏婉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先别问，按我说的做，越快越好。咱们最多可能只有半天时间。好，我马上安排人去办。你在哪儿？我这就过来。公司见。你倒是给我交个底，到底怎么了？邝总出手了，师傅一早被请走了。这丫头这么大事还能冷静的跟个没事人一样。你的账户资金大部分很干净，能被算计出问题的只有你先前的那些民间的融资。你现在准备怎么办？先前因为摊子太大，资金不足，吸收了很多散户的投资，看来是有人拿这些做文章了，还是底蕴不够，走得太急。你估计能转出来多少？最好转的现在已经全出来了，只出来了30%，大概150万，剩下的我估计今天出来的可能性也不大。150万暂时也够了，走，跟我出去一趟。去哪里？买一家公司。啊！邝总，资料都备齐了。事情办得合情合法吧？您放心，都是一些市井小民，只要稍微给点好处，又承诺事成之后给他们送一套房子，几乎全都反水了。这次煽动了几10户联合举报，谁都救不下他。那就一击致命。好，我知道，告诉叔叔伯伯们，一切由我和父亲，等我们回来再说。他们已经动手了，你的所有账户都被冻结了。还有呢？啊？董事会闹得挺凶吧？一群鼠目寸光的东西，别管他们。我和父亲都看好你，他们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谢谢。哎，等等我！你说的买个公司是买这儿？这位老板要找保安看场子。您是这儿的老板？这里归我管，你可以叫我雷队长。雷队，我叫苏婉，我想买下您这个公司。小姑娘，你说啥？买下来？对，我想20万买下来，同时公司还是交给你管理，我再投入30万做你1年的公司开销。那个你说的是真的？你想买来做什么？我们一群兄弟可不干违法乱纪的事情。雷队长，您放心，我买下你们公司后只会有2个要求：第一，保护我家人的安全；第二，保护我公司的安全。至于公司的日常经营，还是您做主，我不插手。这里是20万，如果雷队没意见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签个合同。那也值不了这么多钱。那个苏老板，我们雷队太高兴了，
胡言乱语！您稍等。老雷，你搞什么？你家丫头正需要这笔钱救命，你敢往外推，老子今天跟你拼命！那也不能坑人家，这破公司哪里值得了20万？5万都是多的。苏老板，事情我答应，可是不瞒您说，公司我整的并不好，您今天不来，过几天可能吃饭都成问题。所以这20万我……您公司的情况我知道，至于这20万，是买的你公司的前景，我信得过您。这生意您想做就要按我说的，1分都不能少要。愿为苏老板效命。前世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，就是这个公司让整个省城都变了天。现在就看是我的靠山先来，还是我先被扳倒了。让苏婉那个骗子出来！今天必须把我们这几十户的钱都退出来！苏总真不在，各位别激动，你们的钱很安全，我们也不是骗子。不在，我看就是想跑，大家给我冲进去！我看你们谁敢！苏安姐，你可回来了！辛苦你了，你回去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哎呦，打人了！骗子骗钱还打人，大家都看看啊，还有没有王法？去把他投资的钱还有房屋合作合同拿过来。这是你投资的钱，1分不少，现在先给你。但是你合同违约，带头打凿我的公司，这些你都要赔偿。还有，我怀疑你房产价值作假，售价远远高于市场价格，涉嫌欺诈，我会让法务核查。如果属实，我会告得你倾家荡产。你胡说，多的钱是你主动给我加的。我加的，你有证据吗？合同上有吗？这，送他去市大队，让他先赔偿打砸的钱，再告他寻衅滋惯，关个几天。是。是冯经理，是他给了我钱让我来的，苏总，我错了。今天我在这里把话说清楚，我不管你们是收了钱过来闹，还是被挑唆的，想退投资款可以，明天下午过来，1分不少的全退给你们。但是要是再敢来闹，你们就要摸摸自己的口袋够不够赔。还围着我公司干什么？等我请你们吃晚饭吗？厉害，精彩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。这些只是小角色，无非就是打个秋风图点财，麻烦的在后面。走吧，林总，我们进去说。怎么了？你刚刚叫我啥？啊，我们认识这么久，怎么也算得上是有难同当吧？你叫我林总。你多大了？33啊，怎么了？怎么跟个小孩子一样？行，林大哥，您喝茶，小妹我错了。那他们的钱你准备怎么处理？全退。先前是我欠缺考虑，这种人放在项目里就是一个定时炸弹。钱够？民间集资的，除了同乡的，就是这些房主的。同乡跟着我经历多了，信得过。听闻我出事儿，没有想退的。至于这些房主，份额还不够10%，50万就够平了。再者把他们钱退了，没了苦主，马上就可以申请解冻账户。有人插手的情况下，解冻账户的办理时间会很长。我知道，但是再久也有个期限。这个时期做得太过，谁都不敢。难的不是这里，是3天后的第一批工程款结算，稳定人心工程就不能停，那是大头。差了多少？300万。这么多？那你准备怎么办？明天我回镇里，厂子、房子能抵押的都抵出去，然后再去村里借看。房子你先别动，我有办法，你等我消息。邝总，没成，那几十户
被苏婉一下子就镇住了。我是真的有点佩服这个苏小姐了，这种手段，这种韧劲儿，真不像一个20多的娃娃。你通知拆迁队的虎子，可以准备动手了，别忘了全部用生面孔。300万，不是小数目，而且他这次惹到的人也不简单。你决定了？爸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都懒得揭穿你，你那点小心思都写脸上了。你自己的钱、自己的资产我不管，但是家里的现金你别想动。爸，可我自己的那点根本就不够。但是这一架子老物件你尽管处理，够吗？够。记住，东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看中的人、看准的事儿，林家陪你赌，但是有要求，人要是最后就没能带回来，东西你自己赔回来。好，你对这丫头怕不只是朋友那么简单吧？林大哥，你这是300万，先拿去周转。你从哪儿弄的？嗨，我林家什么家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点小钱，账上趴着的零头，搁着也是搁着。说是卡里的零钱，但是却用了2天时间准备，显然不像他说的那样容易。这个人情欠的有点大。林大哥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我们之间不聊这些，正事要紧。苏总痛快，都说您财务出了问题，要我说，就算有问题，对您来说也是小问题。这年头，能随手就拿出300万现金的，都是关系顶了天的。大家也辛苦，等动工那天，我让厨房摆几桌席面。苏总放心，工程质量这一块我给你定严喽。婉姐，3天后的开工仪式，我把能请的有头有脸的人帖子都递遍了，可一个个不是推说没空，就是干脆不回话。看来还是小看了他，是真厉害啊！可不是嘛，开工这么大场面，没个有分量的人站台，撑不起来不说，外头看笑话的、合作的商户，只怕信心都要散。我不信他就真能通了天，如果真能通天，我就把天给他请来。邝总发了话，今晚把这破工地砸个稀巴烂，麻利点，砸完就撤。记牢了，谁要是万一进去了，嘴都给我关严。雷队，西头那2辆熄火的卡车不对劲儿，都打起精神，跟我过去看看。什么人？站住！管他呢，砸！弟兄们，连人带场子一块招呼。留几个人护好设备，其他人给我上！都别动，手里的家伙全给我扔了，动了手的一个不漏，全带回去。同志，是他们持械来打砸，我们是正当防卫，保护财产。长官，这帮保安先动的手，把我兄弟都打成这样，你们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放屁！分明是你们持械夜闯。行了，是非曲直，回去慢慢说，都带走。婉姐，这可咋整？雷队他们是去护工地的，反倒跟那群打手一块被关进来了。真是手眼通天，去找关系，把钱撒到位，别让我们的人在里面吃亏。苏老板，对不住，没护好工地，还连累弟兄们都进来了。雷队，你们没错，护住了场子，没让设备遭一点殃。
现在我只交代你一件事，在里面护好自己和兄弟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们弄出去。苏老板，我雷震和弟兄们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怕查，您放心。婉姐，事儿没办成，然后刚你家里打电话来说有人偷摸进家，好在被雷哥的兄弟发现，人打跑了。走，先回去。邝立成是你自己找死，我看后面你要怎么收场。工地没砸成，家里也失败了，有意思。但是你的那帮保安进了去，我就好奇，如果我再派人去，你还能天降神兵吗？林老头给我打了电话，加上你又是老陈的徒弟，所以我还是决定见你一面。但是丑话说在前面，你那摊子事儿我不感兴趣，所以如果是想请我站台，那便不必开口了。现在开始，你有5分钟。您的名片是师傅给我的。这个老陈真会给我找麻烦，不过你倒是识趣，竟然没有主动打过给我，所以你想用它来做些什么？想请您看一眼您面前的那份规划。这样的人情就用来让我看规划，你这丫头真……老陈收了个好徒弟，这能送我吗？自然可以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好好的聊聊了，展开说说你的规划。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，利用我们市靠海的优势，在我的500亩里划出一块靠海的中心区，去建一个港口运输和贸易的一体化商业园区。同时，在关税政策上对园区内企业做一定的倾斜，我把这个叫做保税园区。其他的所有，包括人才公寓，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园区企业用工问题的配套。你这想法很大胆，特别是还要动关税这一块，之前可没有先例。支持私人经商之前也没有先例，但是现在已经整体放开了。一个城市要发展，首先就要把好的企业引进来，解决大部分人的就业问题，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共同富裕。你想要有大企业买你的账，税务的倾斜是重点，你就那么确定我会帮你？您会，因为您是一位好试手。先别忙着拍马屁，你的规划里一部分用地准备建一个人才安置小区、港口、货仓，另一部分你决定保留海滩做旅游景区。这几块下来，你的500亩就没剩下多少了吧？那这个项目你准备怎么盈利？不盈利，至少这500亩规划项目短期内不盈利。但是我还围绕这500亩收购了周边所有的老旧住宅。我准备把周边都拆了，海岸边建商业别墅，远点规划好商业街和高层商业住宅。买了很多，现在不算多，但是不久后应该有这么多。你疯了！这是你能吃得下的？你这要是出问题，我都担待不起。吃得下？你背后有谁？说出来我听听。这就是我要和您说的第2件事。你带苏总随便逛逛，然后离得远一点，没有我的吩咐，谁都不准靠近这扇门。好的。首长，我是韩崇山，我有个事情需要向您汇报下。这个苏总到底跟市首说了什么，能让市首那么失态？宋秘书，我们不逛逛？苏总，您就别打趣我了，您是能人，一会儿市首肯定还得找你，我们就安静的等着吧。苏总，您的台我占了。市首怎么突然亲自下来了？老吴，
是不是昨晚工地那案子哪儿没办地锁？孙队，您宽心，咱是按程序办的，能有啥事儿？昨夜工地那桩案子，孙队你审过了吗？这语气不对，要出事儿，这锅我不背。韩师手，昨天那个案子我没有亲自过手，但是因为关系到市里的重点项目规划，我们队里也很重视，是吴队亲自审的。想来无非就是一些地痞流氓闹事，并不复杂。吴队应该已经处理好了。这个案子有点复杂，所以还在查。吴志芳，我看不是案子复杂，是你的心被金钱弄复杂了吧？你对得起你的这身皮，我看你也不用查了，现在该查查你了。师手，我一时糊涂。知道糊涂，那就到了审查那里清醒些，该交代都老实交代，带走。还有你们，跟这件事有关系的，自己去审查报道。今天就不直接带走了，不然一下子带走一片，我丢不起那人。我只提醒一句，这次不要心存侥幸。是我失察，我作为市大队的主要领导，竟然没有发现队里混进来这么一个蛀虫。我会主动到审查去，接受组织对我的教育和批评。你是该去，还应该在里面蹲2天。你知道这次被你们冤枉都是什么人吗？那都是战场上负伤退下来的英雄。你们的作为是让英雄流血，又流泪。我现在就去把英雄们请出来，我亲自道歉。苏老板，这几天给您添麻烦了。别这么说，是因为我让雷大哥受委屈了，但是以后不会了。那个领导他们能出去，我们是不是也没事了？没事儿，你们事儿大了，我要把你们从头查个遍。你们最好祈祷你们手上真的干净。完了，这还不得牢底坐穿？罗老一路辛苦。雷震，果然是你小子！报告首长，警卫员雷震向您报道。好你个雷震，当年那座阵地上，要不是你冒着炮火把我从死人堆里背下来，我这把老骨头早埋在南京了。这些年我找你找的好苦，你小子怎么连个信儿都不给我捎？首长，我一个退下来的残兵，不想给您添麻烦，脱了军装，就想本本分分守着这帮老弟兄，过个安生日子。好好好，是该过些安稳日子了。你们都是好样的，无论在哪儿国家，都不会忘你们。好了，都别杵着了，都耽误人家过路了，都跟我回去，我们找个地方慢慢说。你就是苏婉，好，你也很好，敢为人先，利国利民。我这帮子兄弟也多亏了你，不然日子得过得多苦啊！首长言重了，雷哥他们都是英雄，要是没有他们和先辈的负重前行，哪里来的这太平盛世？哈哈哈，读了书的娃娃就是会说话。这话说得好，听崇山讲，你还鼓捣出个了不得的规划。说说，让我这老头子也长长见识。好一个为国引才，为民谋利！小苏啊，只要你路走得正，那就尽管去做。那些乌烟瘴气的事情，我保管他们挨不着你。不过，丑话也搁前头，记住本心，国家百姓什么时候都要保在利字的前头。首长放心，我苏婉要的从来不是一个人发财，是让这片海岸上的人都能挺直腰杆，吃上饱饭。你这丫头哪来的这么多礼数？就像你说的，要挺直腰杆才能吃上饱饭嘛。站好了，年轻人的精气神别丢喽。崇山，听说邝家那小子在你这地界很不安分呐。首长放心，已经埋线下去细查了，不日就会有消息。你心里有计较，我也就不多说。你也是部队出身的老干部了，对你我还是放心的。
但是你做事太讲规矩，太稳了。我最近读史读到一句话，今天我送给你，请首长训旨：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这就是老一辈的风骨。生在这样的时代，这样的国家，何其幸甚！有了罗老做背书，师傅应该不久就能回来了。至于邝立成既然得罪狠了，那就要把他彻底根除。只要等保税区建成，这里将会是我向事业商业进军的套板，到时候外贸航海才是我的主场。赚外国的钱，建自己的家，哪怕我只是个商人，既重活一世，我亦可为国铺就一条经济提速的路。只是前路暗流汹涌，对手也不会坐以待毙。这场横跨海内外的商战才刚刚拉开序幕，